step into your toe to toe. I should be scared, honey, maybe so, but I ain't worried about it right now. Keeping dreams alive, 1999 heroes. I ain't worried about it right now. Swimming in the floods, dancing on the cloud below. I ain't worried about it. I ain't worried about it. 各位大家晚上好，欢迎回到我们的直播。今天我在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巴厘岛的一个乡下。可能等一下直播的时候可能会听见狗吠的声音或者猪叫的声音因为这一边真的是一个很荒山野岭的地方。来，欢迎我们的这个另外一位好朋友 Jacob。OK。Hello， 大家好。我今天也不是在经常待的地方，我今天是在搬家的路上。对，然后正好在酒店里面。在酒店，那你搬家要花多天的时间在路上？一共1800英里，也就是换算过来是3000多公里。然后连续开的话，开3天。3000多公里，可以跨好几个国家了。这美国可见有多大？对，其实美国的概念也就相当于它每个州也是相当于一个小国家嘛，就是跨过很多个州。对，那你搬过去应该是蛮喜欢新地方才会想要搬过去吧？我去过一次，但你说喜欢吧，没有在那里生活过，我去玩过。主要也是为了，很多是未知，但是我觉得我要搬过去。我不能在这个对一个没有太多人的地方，或者是说没有太多未来的地方去待太久。印第安纳嘛，对吧？对。那个新地方就是在内达华州。Las Vegas 赌城。我前几天才看一个 YouTube， 那个 YouTuber 是台湾的嘟嘟 Man，他们去那个拉斯维加斯访问这个路人，能够或者是想要在这个拉斯维加斯生活嘛？其实很多人他们担心这个诱惑太多，都是不敢在那边待着。他们做街访，就是去赌城做街访，看有多少人愿意待在赌城里面居住，长时间居住没想到这么巧你就搬过去。我跟你倒反了，我是搬来特别安静的地方，我这一边去套要1个小时半的车程，然后都是经过森林因为可能下一个星期的那个直播给大家看我这边的一些生活是多么的荒山野岭。我来这边也是为了能够专注了然后希望这个可以给大家带来一些比较不一样的视角其实现在是这个奥运会的期间而且这个时间跟等一下10点都有2场关键的羽毛球比赛，一个是铜牌战，现在是马来西亚的组合，等一下10点多是台湾的决赛希望这个台湾可以拿金牌。所以今天可能看直播的人会不多，那么我们做直播也不是为了让很多人同时在线上听我们的目的还是让我们这个内容可以永久保留，永久放在这边，然后在网络上公开给大家带来一些好的影响，而不是不好的影响。那刚刚有人在这边留言说今天这集太关键这个名字我是第一次看见这个宋万丽 OK， 为什么说很关键？是不是对于这个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有感触是被红药丸烧到还是怎么样？那我先说为什么今天我会想要跟大家分享红药丸的内容。我先说红药丸是一个早期2-3年前它是一个流量密码，只要你讲的东西跟红药丸有关，那个流量就很好的很快的可以蹭起来
那我们今天讲红药丸，其实也蹭不到什么流量，我们讲的是有感而发的，想要让广大的华人男性接受到一个比较健康的讯息，或者是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个次文化。我会讲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从2022年底，我跟另外一个助理叫阿亮，我跟他一起去台北办了一些线下的讲座，我们发现到有非常多的台湾男性，因为接触了红药丸，导致这个个人在情感方面非常的焦虑不安，还有非常愤世嫉俗怨恨还是有的没的总之在两性方面没有办法得到好的成果。他们接受我们的思想，当然有一大部分的人是没有办法，因为你要让一个人从某一个信仰里面走出来，或者是从一个他已经建立很深厚的信念里面解脱出来，或者是转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个东西是很困难的，因为人的信念是很难被打破，或者是也不是说打破，就是你没办法就是给一些他的想法是很坚固的很僵硬的 ，OK， 很信仰很深简单来讲，你说红药丸是信仰嘛？我可以说它是一个信仰它也可以像是给我感觉我个人的感觉，它更多的像是一个不鼓励大家去质疑你看科学叫什么？科学就是鼓励你去质疑嘛，对吧？对。那宗教是什么？宗教叫你迷信嘛？对，叫你不要质疑，信就对了，信则永生，信则永生不信者则GG。那很多人在这2年接受了我一些，看了我的影片，或者来我的线下，或者来讲座，会发现到其实有一些东西是有毒的，他们接受了他们重新治疗然后重新让自己放下这一些仇恨，或者是一些对女性的偏见对情感方面错误的见解。你渐渐放下之后，他有一位学生跟我讲，他讲那些东西你相信的时候，你不去质疑的时候，你很辛苦很痛苦，然后跟女生约会，女生就坐在你对面，可是你很矛盾，你想要跟她建立深入的情感链接，但是你对她又有成见，你又觉得她可能是对男性的权益是有损害的，或者是对你会想要从你身上得走什么之类的 OK， 所以当他放下这一切的时候，他找到一个很好的女伴他生活变得很开心。其实很多这样子类似的故事啦 OK，那你对红药丸有什么看法吗？其实我红药丸这本书，它有一本书嘛，叫《红丸觉醒》嘛，对吧？对，这个书其实也是我前段时间，我觉得我总得看看别人在说什么吧，对吧？虽然我挺鄙视他们的，但是我得看看别人在说什么。我一看我就觉得这都胡说八道嘛，这纯粹胡说八道所以那天我一看，我看了大概几页吧，我就直接发信息给 Will 了，我说这红药丸的理论基础整个从底层就是完全错误。哇，你讲的比我还要还要深入OK， 对，我因为这个人，因为我对于公理对于他的这个底层的思考的原点很在意，因为你如果原点是错的话，你整个理论都是错的。你整个后面出发的所有的引发的东西都是错的。对吧？就像两种 believe， 比如说我相信人是要向好的，我相信人要给这个世界创造价值，人生下来就要干这个事情，和我相信人生下来就要权力，就要压榨别人，就要站在权力的顶峰，这两种人生观它会造成完全不同的一种行为逻辑。对吧？那么我们看这个红药丸的这个理论基础是什么？它的理论基础是女本位主义。女本位主义它已经解释了，女本位主义是指
一切纯粹只以女人为出发点和优先考虑的思想和行为，对此推波助澜，任何只从女人立场观念出发的价值取向，都可被视为女本位主义。嗯，而他认为我们现在的社会的所有的价值观就是女本位主义。我觉得这是有问题的。OK，当然，刚好我的笔记也跟你一样。对，所以有女人利益跟主导的这种观点立场啊，其实我觉得它是过分强调某种意识形态，它是一种意识形态，它是一种听起来是新颖的，会让人觉得可以某种程度上它可以解释很多问题，但是它都是像是很主观的，我觉得是很主观的个人经历。你从哪里找到证据说？我问你，你从哪里找到证据说女本位主义这个东西，它以有损男人的利益为代价，以绝对女人为优先？你哪里找到证据啊？从哪里得到啊？那你首先有人说是经验嘛，经历嘛，很多男人的经历嘛。他妈那些男人的经历，他可以是一个证据吗？他可以是一个证明吗？那有多少男人？有多少百分比？有多少数量？你明白？很多男人被女人骚过，很多男人被女人背叛，很多男人被绿，对吧？是多少？你要说出来多少啊？他妈有多少比例啊？对，你不能说我隔壁邻居是这样，然后网络上谁啊？一些中国的一些明星啊，什么什么，哎，被绿的叫什么名字啊？那个被绿的中国明星，王宝强贾乃亮是什么？王宝强，对吧？应该叫王宝强，对宝宝吗？对，还有一个是不是叫贾乃亮啊？好像是啊，不太记得。我现在谷歌找了李小璐把这个贾乃亮给绿了。你就看这些特殊的案例，你每天就是专门去这个网络上去搜寻这些被绿的案例，然后被所谓女本位主义给损害的男人的故事你收集这些故事再把它串成一个理论，我觉得就是有问题的。就是你等于是以一概全，把少数说成多数，也就是我上周在直播讲的，很多人在马路上看到车祸，他的注意力就会放在车祸因为人都是吃瓜群众，都是喜欢看热闹或者是喜欢嘲笑别人的喜欢看别人倒霉，喜欢看就是总之我觉得如果你过分信仰这个它不是科学的东西所以我把它叫做宗教嘛，因为它不是科学。你过度信仰这个不是科学的东西，那你可能你的思想它就不够理性，那你所做的决策也不理性，那你会紧张兮兮的，然后随时这个上帝都会来收拾我因为我不相信上帝我没有办法永生，你明白吗？我不相信红药丸随时都会有女人来收拾我，干我会被绿。干我就是蓝药丸，屌丝男，干我就是废物，会这样吗？就二分法嘛，就太简单了嘛。那世界上有这么简单吗？你不是说红药丸就是蓝药丸，你他妈你不是 alpha 你就是贝塔，对吧？女人就是海波哥米，女人只会向上找这个男人求偶策略就是这么简单吗？真的就这么简单吗？我觉得这个叫做他妈的过度理想化这一切两性的问题，过度简单化不是理想化，简单化、简化。对，从理论上来说，人类的社会其实它并不是说我们男性和女性要不就是男强，要不就是女强。它人类的社会它其实是一个利益基础，怎么让利益最大化才是人类社会的一个理论基础。包括以前就算是你去看爱斯基摩人以前的那些画面留下来的那些画面，他们的利益最大化就是女人在家里缝缝补补带孩子，然后男人出去打猎，因为这个是利益最大化的。对，这个是利益最大化。包括到后来，包括你比如说进入奴隶社会，奴隶社会也是当时的那个生产力低下、利益最大化的一种产物。
因为有些人他需要思考，你不能让苏格拉底去干体力活呀，这不浪费吗？是，对苏格拉底需要去思考。对，那这些体力活得有人干呀，因为这个生产力比较低的时候，需要大量的人去从事体力的劳动，所以就需要奴隶，对吧？对然后再然后进入，比如说到美国这边，美国，那我举很多的例子，它都是因为利益最大化，所以产生了这种社会结构的变化。当生产力提升了之后，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为什么黑奴被解放？因为这么大的这种工厂啊什么，它需要工人，它需要这些奴隶被解放，要不然的话，它工厂没有那么多的工人。它从另一种奴隶的形式换成了从一种奴隶形式换成了另一种奴隶形式而已。对对，那很多人他搞不明白为什么现在女权这么盛行，是因为这个是利益最大化，它对是由利益为出发点。因为现在人类社会的生产力已经到了一定地步，男人的体力优势越来越小，而需要大对量的劳动。对对那他既然需要这么多的脑力工作者的话，他必须解放另一个这个性别性别，他才能实现这种利益最大化，因为用更多的大脑去从事更多的脑力劳动。对，其实所谓的女权，在我看来，它纯粹就是两性平权。女人在古时候，在50年前，她权力没有这么高地位，那现在她有比较高的地位。其实她整个逻辑就是跟黑奴被解放是很接近的，对很像的。对，黑奴没错，是没有，以前黑人是没有权利的嘛，哪怕是我们东南亚啊，在200年前，我们这边的人民很多都是奴隶啊，猪仔啊，你知道吗？我爷爷那一代是猪仔才会来到南洋，才会有我们现在这个印尼哦，现在是在印尼嘛，巴厘岛。那我是马来西亚人，马来西亚人大多数在以前都是奴隶啊。那后来为什么马来西亚人有地位，甚至还有政治权利？你看奥巴马还可以当总统，黑人可以当总统，女人现在可以选总统。我觉得这一切都是因为像你刚刚说的，这个是一个世界的发展趋势，你需要最大利益化、最大生产效益化，你才可以符合这个世界的就是人类的天性啦，就是需要快速或者是需要群体最大利益。这个世界它的运作其实都是有利于群体，而不是利于个人的，所以它的发展它是利于整个所有人啊，不是利于你自己一个人。如果你是红药丸，你每天在想我要怎么利己啊，他妈的你的思想你的那个格局是很低的，你每天都怕东怕西，他妈的每天在想543啊，你哪里会有对男人不公平的对待啊？我举2个例子啦，这个都是我刚刚打开那个知乎中国的知乎看到，就是华人最出名的两性博主红色药丸某大师啦，摸奶大师写的文章。其实你看随便抽一篇文章都很多漏洞，你知道吗？所以如果我要讲这一系列的这个红药丸的东西，真的我们可以拍很多集，但是我觉得没有必要浪费这么多时间在红色药丸，因为听得明白的人就是听得明白，听不明白的人真的是听不明白，因为他就是信仰。你跟信耶稣的人说你不要信耶稣，你跟信阿拉的人说你不要信阿拉，那是很难的。所以我们不用耗太多时间在红色药丸。然后我找出他2篇文章，随便都有很大的漏洞。一个是说，他说在现代的社会，随处都可以看见女本位的影子，以女士为优先，比如说 Ladies Night 这个夜店，然后都是以女性用户的体验为基础设计，包括 Apps。我觉得不是便利于女生，也不是给女生受益，而是最大化那间夜店的盈利，你明白吗？对，当越多女人进这间夜店的时候，当然这个男人肯定就越多嘛，然后这个夜店的业绩就越好嘛，而不是说，我是因为这个女本位，我有这个意识形态，我有这个阴谋论，我就是要有损男人的利益，来让女人得利。他们没有这些阴谋论，他们纯粹是在做生意啊，大哥，对吧？对，你讲到啥小啥都是女权在侵害男人的权益什么都是阴谋论，
这就有问题了。对啊，所以他说什么尼本位的基础来源是女性是一个族群的繁衍限制条件。假如今天世界发生战争，打仗只会派男人上战场，因为人口生产需要女人。如果女人死光了，那整个族群都会毁灭。他意思是说，女人不用打仗，是因为男人其实某种程度上这样看，利益其实都在应该是说社会整个形态都是在保护女人。我觉得这是错的。为什么？因为现在很多国家啊，包括我们马来西亚啊，包括以色列啊，包括乌克兰，包括俄罗斯，俄罗斯没有，很多国家都有，俄罗斯好像都有女兵啊，你明白吗？这有听过女兵战死战场的这个事件 ？OK， 这是第一个。另外一个就是我看见的一个问题就是，哇 ，Original 啊，柯老师写的哦，他的题目叫做《红色药丸》，为什么女权是致命的思想病毒？啊，他说这个是病毒啊，他说世界上有病毒叫做女权。他说什么？众所周知，这个世界上大部分的阴谋论都跟秘密组织共济会脱不开关系啊，这个就是有问题了。你注意，如果一个人他一直跟你讲这是什么阴谋论、什么秘密组织、什么共济会，就是他在讲故事，他在引你入坑。今天我要讲一个被大家遗忘很久的故事。好啊，本故事纯属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这个故事他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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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年前讲起，巴拉巴拉就是讲共济会。好，讲什么弥赛亚是受膏者，是一种犹太仪式。然后我快转，你们可以去知乎找文章来看。好，有说也是一样，女本位跟你刚才讲的那一段是一样的。他说什么？这个世界的人口，他们的那个秘密组织想要把世界的人口控制在5亿以下。这个证据在哪里啊？这个逻辑性在哪里啊？这他妈的，你是这个团体的一员还是怎么的？对啊，你是团体一员，你把证据拿出来给我们看一下。我看你们的开会的记录，妈的，这个美联储开会他还有开会记录呢。对，你还有记录员呢。他为什么美联储的信息会泄露出来？就是因为这些10几个记录员他泄露的。那你给我泄露出来看看，你这到底拿个证据出来？他妈的嘴一扯，我靠！对，他说什么？哎，这个东西在美国开会啊，是在美国嘛？因为太多了，我没去读啊，他妈文字太多，不喜欢读太多虚无缥缈的东西，虚无缥缈的都是洗脑的。他说什么？这个开会的最后有一个十条碑文啊，翻译成12种语言啊，其中一个就是我刚刚讲的，它叫做新人类文明宣言，就是这个阴谋论，他想要让这个人类除了变少，人口要控制，然后什么提倡真爱美，寻求人与创造主和谐为合一，不要做地球上的毒瘤，给大自然留点余地。这个什么都可以扯到女人，我觉得女人就是这个世界的祸害。我看这些文章，我的感想是这样。那你干嘛还要去跟女人交流，还要去交往，还要约会，还要搭讪，你还叫搭讪大师？你干嘛还要做这么多有的没的？那你干脆自宫算啊，切掉下面就好了，对吧？你跟女人就一样啊，对吧？还是你本来就跟女人一样是没有下面的，我不知道啊，所以你要去仇恨女人啊，女人才会仇恨女人。在我的人生经历，我发现要仇恨女人的多数都是女人，因为女人嫉妒心很重，很容易嫉妒女人啊，你明白吗？在办公室啊，在学校啊，都经常看到女人会搞女人，但我很少看男人去搞女人啊，虽然男人真的就是有另有目的啊。OK， 你有什么看法吗？其实从您刚刚说的第一点吧，说，我说我们这从古至今打仗啊，多数去战死的都是男性，还是一样嘛，这是利益最大化嘛。男性战死了之后，他只要一个男性，他可以跟100个女性，他可以把这个族群延续下去。那女人都战死了，这个孩子他没有办法生出来嘛。他打仗他是什么？打仗是最大化的一种风险投资收益。对，
打仗是什么？是我用举国的力量还有生命的作为代价，去搏一个未来。嗯，就是抢夺资源嘛。对，它是对资源的抢夺。那这个对资源的抢夺，那我当然要留给自己最大的后路。同时，嗯在那个时候，那男性对于这个男性的耐操度，那也强于女性啊，对吧？他打仗本嗯，身，他这是体力活呀，他也适合男性干，是，对吧？所对以这个跟他们又在偷换这个概念，这个跟夜店跟我们现在社会的这种所谓的女本位的表象，它根本它不成逻辑，它这两个不能引申到一起，它在偷换这个概念，就对，偷就相当于换概念，对它直接把啥都可以换概念。嗯，对。来，对，那还有一点说，这是第一点，他们喜欢偷换概念。第二点是说，他们对于这个男女之间的这个区别啊，对于择偶的选项的这个区别，那这是我们几千万年进化出来的。就我们现在男性来说，就是说普通的男性，他本能的会对85%、80以上、85%的女性，他都愿意跟他做爱。这男人就这不挑。我跟你讲，如果男人跟女人一样挑，这社会就不是这样。对，因为男人付出的代价小，因为男人从生理、从心理上他付出的代价都比女人要小很多，所以女人才那么挑。对，你要是女人，你也得挑。对。但是我觉得这些东西它不是损害男性的利益，不是，但朋友们都把它总结为你一直在被女权主义极端的损害你的利益，那是对，有问题的。不是，不是，因从为这是这样子，我们如果把女人看成这个世界繁衍的这个窗口，我黄耀完喜欢这么说，没关系，我可以认可你这一点，但是这不是坏事啊，嗯哼，这不是他坏事啊。们是一个筛选的机制啊，你要去符合这个筛选的机制啊。他们要我这么求就像奥说，运会一样，对对，你说完，就像奥运会一样，更快、更高、更强。是我们人类的基因一直是要往前被推着走的，而不是说我对停在这里，整天在那里躺着，然后做个 potato，然后什么都不会 loser，然后还要给你延续一下这个基因。人类的基因就是要不断的往前推进的，这对是我们的职责，这也是大家所有人的职责。你不能我们就像表观遗传，大家如果理解表观遗传的话，其实是我们所有在每天做的事情，我们所有我跟大家解释一下表观遗传的概念。遗传学最开始他认为遗传是不变的，遗传基因是不变的。比如说我的基因传到我的下一代，我是这个基因分轨过去，它就不变。但是现在的遗传学已经证明了，表观遗传就是我所有我的生活当中的一些的习惯，比如说我的抽烟或者我暴饮暴食，它会封锁掉一定基因的表达。这种对这种基因被封锁了之后，表达被封锁了之后，这一部分的被封锁的那个部分也会随着你的基因传到下一代去。也就是说，你的生活习惯，你这个人如何去表达你的基因，会遗传到下一代。对这就是我们基因就是我们人类它这个进化，这也是一种方式在进化。你就想一想，如果一个人每天他极化自己的大脑，或者强力的去挖掘自己大脑的潜力，强力的去挖掘自己体力上的身体上的潜力，强力去挖掘自己所有能挖掘的所有的一切，他能够遗传到他下一代的表观遗传方面的基因，就会比即使你们完全出生是完全一样的基因，同卵双胞胎，他也会比嗯，另一个整天看看 porn，然后吃不健康的食物，然后肥的要死，这样的人，他遗传到下一代的基因要更好。这就是所谓确实表观遗传的概念。所以，那我们现在社会，其实对男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就这么简单。是但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也给了你更多的工具啊。
也给你更多的机会。给你更多的机会，给你更多的工具，是大部分人他不愿意去强化自己的大脑，大部分人他不愿意去。OK，就比如说那 YouTube，你可以把 YouTube 变成你的资讯的来源，你也可以把 YouTube 变成你消耗时间的来源，你到底是选择哪一个嘛？而且你也可以把 YouTube 变成你收入的来源，对，或者是对，你想他就直接把人分化开了嘛？这么多的工具，你想你要多强的脑力，多强的意志力和这个对于未来的这种欲望，我可以把它称之为野心，才可以 hold 得住这么多的纷扰，这么多的干扰。那它也是一种筛选嘛，对，对吧？我这么说啦，我以前有常说过，其实一个人，他失恋，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某种程度上来说，他失恋或者他被劈腿，也就是说，他在对方眼里是不够格的，也就是说，他目前在某些方面其实处理的不够好，代表他还需要再进化，还需要再进步，而不是逃避啊。那你过度信仰这些你觉得这个不公平的东西，你觉得这个社会对你不公平，女权在欺压你，哦，这个社会对男性存在偏见，不管是婚姻、职场、社会地位，男人都是处于劣势。这样简单来讲，我听起来不会觉得怪怪的吗？其实我开始是非常相信红药丸的，我这边跟你坦白讲，在2018年年底，我被一个女朋友分手啊，然后我觉得很难过很难过，我才接触到红药丸。我接触到红药丸过后，我非常喜欢里面的理论，因为很容易明白，可以解释很多东西。但是我也跟大多数人一样，在当下是能量很低很低的，所以你给我什么东西，在我看来都是救生圈。所以红药丸它大多数可以吸引的受众都是被女人烧伤过的啊，被绿的、被劈腿的、被分手追不到的，还是屌丝男，还是单身狗，就是总之在你人生就跟我们上期节目那个图一样嘛，我打断一下，就跟上期那个节目都是当你在能量比较低的时候，他给了你这个理论，他可以把你这些能量至少提到愤怒的那个阶段，对吧？确实是就是愤怒。那还有一点就是，有一个新的理论，有一个新的道理，我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我宁愿信啊，你给我什么我都信啊，因为我没有法子了，我追不回我的前女友了，我屌丝他妈的我没有方法了，我差不多要自杀了，我要去买安眠药了。哦，我天哪！啊，你明白吗？嗯我只是夸张的说啦，我没有自杀了，我没有这个念头，我只是夸张的说，很多人会这样。哦，但是你要明白，你不是被这个社会欺压，也不是被阴谋论所压迫你，没有人要压迫你，也没有所谓的女权在欺负你、压迫你，这一切纯粹是你自己本身你在你的另外一半或者是把你甩开的女朋友面前，你你不够格了，你不够资格了，简单来讲。他觉得你不够资格，就这样这么简单，一样的嘛。你他妈你每天在说女人劈腿，然后女人绿男人，这世界上也很多男人把他女朋友甩开的啊，也很多男人提出离婚的啊，对吧？也有很多男人在两性方面是劈腿了，就是搞三搞四的哦。其实我看红药丸，我会怀疑是因为他把所有问题都归给女人，很少去反思男人的问题。什么那个权利啊、权益啊，还有这个心机啊，很多。OK，还有喜欢洋屌啊，女人喜欢洋屌啊，听过吗？为什么东亚女性都爱羊肠？可是我也有很多学生，他们特别喜欢老外大波女啊，喜欢白种女人啊。男人跟女人其实都一样的，我所谓的一样都是在这边，就是男人跟女人都会劈腿，男人跟女人都很狡诈，男人跟女人都是一样有心机的。不要一直把自己摆在一个他妈受害者的一个位置这个我觉得对你没有好处。OK， 所以因为红药丸，你说你说
其实红药丸它是过分的给男人带来过多的恐惧，包括害怕长期关系跟婚姻，把女权甚至女人形容的非常非常的邪恶恐怖。我觉得实际上男人没有必要去害怕女权女人，因为慕强是他们的本质，就好像男人喜欢年轻的女人，男人都喜欢跟年轻的女人做爱是一样的道理。所以现今的男女失衡问题，我觉得根源不是女权，真正的问题的根源是现今的男人实力太弱，自我价值非常的低落。男人很多时候没有勇气，没有精力，然后活得太多的幻想，太少现实，太少接触。所以我刚刚原本要讲一个我常讲的一句话，就是你宁可勇敢去恋爱，告白失败，被女人甩，甚至被女人劈腿，你应该享受恋爱的，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哪怕恋爱失败，甚至被女人甩，你都能够变强，好过你在那边每天听一个他妈2个小时、4个小时红药丸直播，在那边每天在那边靠北台湾叫靠北啦，就是投诉或者抱怨。其实失恋是好的，其实被女人拒绝，被女人 pass 掉，就代表你需要进化，就这么简单。失恋其实就好像这个Michael Jordan 以前带公牛队他们总决赛好像是没有输过，但是你想一下，不管是 Michael Jordan 的公牛队还是 Kobe Bryant 的湖人队，他这一个赛季输了总决赛的话，下个赛季他就不比赛了吗？他就要龟缩了吗？他就要去抱怨、去埋怨吗？去痛恨对手吗？不是痛恨对手吧，而是下个赛季再努力过，再来过就好了。所以我觉得被女人骚、被女人 zero out 什么都好，其实问题都是男人自己本身，你自己很多东西你做的不够男人，你做的不够罩不住女人，简单来讲罩不住，也就是说你给不到女人肩膀所以很多时候你会看到他们会讲慕强择偶，我是赞成慕强择偶，但是慕强择偶没有办法解释所有的每一个在地球上的男男女女的两性问题，他没有办法解释，他只有比较大的概率可以讲说一些女人真的是喜欢强者，不是说一些女人，大多数女人，但是你也会看见一些女人她宁愿含辛茹苦的带小孩，可能在这个台湾下雨天冬天还摆一个香肠，在卖香肠，摆一个档口很辛苦的去照顾她孩子，她老公可能没有用，可是她也没有离开她的老公，或者是她的老公收入也不怎么高，可是她也是待在她老公旁边不离不弃。这种不离不弃的案例太多了啦，包括李安也是，李安之前是他老婆救济他的，其实很多名人很多成功人士在他们还没有成功之前其实他的另外一半就已经在他身边了，包括马云也是，马云是还没创业之前就已经跟他老婆在一起了，所以你可以看见这个东西我觉得你没办法解释所有的女人她为什么会离开男人，所有女人离开男人未必是慕强择偶的问题，有可能是那个男人的问题，有可能是暴力有可能是太喜欢做爱搞到这个女的不舒服这我常听见的嘛，这种故事，或者是你男的变态或者男的真的是很没有上进心OK， 这是我衍生出来我想到的一些你没办法解释的东西。是。那我在从另外一个角度去帮助大家能够全面的去思考这个问题，然后我们回答一下观众的问题，今天问题也不太多，然后正好我们回答一下，大概1个小时结束这个直播。就我得走了，因为对我跟Will说过，因为今天还是要赶路。那么我就先从这个思考的这个原点去出发的话，刚才我已经说了，你的思考一定从这个利益最大化去思考，对吧？那么现在我们说女权也好，现在我们说你不管是红药丸也好，现在先不用管这些去理论的东西，首先你承认一点，就是人性它本身它就是非常复杂的，这个人群里面本身它就有好人和坏人和中间的那一部分人，对吧？包括动物，猫狗都有分好的猫狗跟坏的猫狗。
对都有分好坏。对。那么其实人被伤害了呢，你要从多个角度去考虑问题。第一，你想你被伤害了，对方可能就是坏，没关系，那你怎么去以后去分辨这个坏？因为你改变不了别人，对吧？这个是这个世界的运行的规则，就这个世界一定有一定的比例，它是坏的，一定有邪恶的，一定有善良的。那你唯有能做到的就是快速的分辨。就像我去读一本书，我现在拿到一本书，20秒我就知道这本书是好书还是坏书。那这种分辨的能力才是一个人最强的应该训练的能力。而这种是训练，你必须得到现场去，你不看书你怎么分辨书？对，那么我们有一个底线就好了。比如说你的底线，你不能失恋了，你付出生命的代价，你不能去产生对一个群体的一种仇恨。如果你产生了这种仇恨，你反而影响了你的进，你不能因为读了一本坏书，你就否定了之前自己所有读书的这种努力，学习的这种努力。那我们再去试下一本书，还是坏书，我们再试下一本书，你总归能读到好书吧？你也全读坏书，你也太衰了，你可能那个地方就有问题了。那么再往外跳，可能你的地域有问题，可能你整个的那个族群的文化有问题，那你得改变这个东西了。就像我为什么要搬家，它是一个道理。我说白了就是我在的那个地方已经没有什么让我能够学习到了，没有什么让我能够快速的学习了，那我必须得离开那个地方。对，我需要到一个更文化、更包容、更开放的地方去践行我的理想，一样的道理嘛。我这边打嗯岔一下，我这样嗯，听起来就好像一个女人，她不想再待在这个男人身上，也是一样的道理。她在这个城市已经看透了风景，对已经觉得没有未来了，对，已经没有没错，未来了，我干嘛还要在这个城市？一样的，他妈对，你这个男人，我看不到未来，我干嘛还要陪在你身边呢？是的，没错。而且就像你本身你如果真的从全方位，你这个男性如果真的从全方位强大的话，你会发现以前的即使是同样的人，他所谓女权的那些人，他在你面前也不女权了。因为什嗯，么？因为实力是不用证明的。对，你的实力已经碾压了对方的话，你已经有强大的能力。这个强大并不是金钱。我跟你讲，为什么刚才您提到，马云也好，李安也好，他们其实在结婚的时候，即使他没有钱，他已经就是这个家庭最强大的那个人。啊，这是，种强大是一种力量，是一种精神力，对，是一种我知道我这辈子要做什么，而且我能够做成的一种精神力。而这种精神力才是真正的强大。我告诉大家，一个心理学家告诉我的一个这个世界人与人之间的底层的逻辑，就是我们在这个绝大多数人在这个世界上，他都相当于浮萍一样飘在这个水面上，随波逐流。但是就有那么极少数的人，他像一块石头一样，他就不动的，他不随波逐流。而这种人是最吸引所有身边的人的人。当你成为了这种人的时候，周围的人都会都会聚集在你身边。这些是，所谓的红丸、女权，这个那个巴拉巴拉，对你已经不起效了。对，然后对，赞同，我就想分享这一点。对，对，所以我这边想，还是要从自身的这种角度去出发，因为你改变不了这个社会，你改变不了，你如何能够？很多人他想，我也认为这个社会有很多的问题，我也认为人也有很多的问题，大家的对于这个世界的理解啊，做事的方式都有很多的问题。我不能从这个大的角度去改变，我只能从最小的地方去改变。当我去改变我自身的时候，我一点一点把自身的那些恶习啊、懒惰，然后意志力薄弱这些缺点慢慢全部改掉的时候，
我就在改变这个世界了。对，因为很多人他有一个观点是什么？好像这个世界我是一个尘埃一样，我起不到任何的作用。但其实不是这样子的。这个世界每一个人在一生当中，他大概可以与1000个人建立连接，而这1000个人可以每一个可以与另外1000个人建立连接，1000乘1000就是100万。也就是说，你二层连接，它的影响力还是比较大的。3层连接的话，它的影响力就已经下降很多了。但是2层连接，它的影响力还是蛮大的。也就是说，你一个人一辈子往低了说，你都可以影响100万人。对，我觉得关键要对自己有自信，要相信自己。对，其实我这边引经据典，这个道理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如果你真的有自信，你就能够和女人成功的相处。对，然后这个是Mark Manson在这本书讲的，很多男人其实是在女人面前没有自信，需要跪舔的。这跟女权可能没有什么关系，这可能就是跟个人的自我价值观，还有个人的人生经历，还有对于异性的信念，其实我觉得是带有偏见的，就是看见女人他就会下意识的想要跪舔，他并不是女权给你洗脑，而是你本身就没自信，所以你会搞到女人不喜欢你，不是女人在欺负你，也不是女人仇视你。另外一句话就是Mark Manson又说过一句话，就是要注意，任何要你把女人当作 enemy 敌人的约会建议，其实都是错的，都是有问题的。你可以去思考这句话，各位观众，为什么任何要你把女人当作敌人的任何的约会方法建议，其实都是错的，都是有问题的。你去想一下背后的动机是什么啊？要你仇视别人另外一个族群，他的动机是什么啊？包括这个敏感的种族的煽动情绪，我煽动这个黄种人啊去仇视某一种皮肤颜色的人，那他背后的动机是什么？你去想一下啊，很可能是有少数的利益啊得到利益的人，少数他们就是所谓的意见领袖，会有一些意见领袖，你要去想他的目的是什么啊？所以今天的直播不长，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问题吧。其实大家的留言也不多，因为今天也就是在讲这些，给大家。其实这个东西我们今天我还没讲到我要讲的，其实还有很多了啊。可能你接下来我也可以开一些另外我自己的直播，也可以讲这一块。因为你一激发要我讲这个东西，我就可以讲很多。我这些东西是2020年就整理出来的，我是2018年年底接触红药丸，我2019年就发现它的不对劲，2020年这个 COVID 的时候，在华人世界根本就是翻天覆地的这个红药丸的这个影片内容啊，各种各样的东西，如海啸般的来席卷我们华人的精神啊，就是当然这个已经退潮了啦，很多人已经清醒的了，所以我在我的线下我发现到脑子有问题的人越来越少，对，脑子有问题的人越来越少，这是好事。所以我也为什么这么久从来不讲红药丸，因为正常人越来越多，我就没有必要再讲啊。另外一半也要就是归功于这个比利时小伙细兰啊，细兰在他1个小时多的那个视频里面讲了很多啊，他讲的东西就是我早前要讲的。既然他真的就是壮烈牺牲，也不是壮烈牺牲啊，他也从那集影片得到很多好处。他那集影片是他整个频道里面第2高流量的影片，300多万观看，2万多个留言，2万多个留言。细兰应该知道谁吧？一个很年轻，23岁、24岁的 ，OK， 一个小孩，他可以把这个华人PUA 跟红药丸的阴谋，或者这个很魔的那一面全部扒出来，赤裸裸给所有的华人观众知道，所以正常人越来越多，也要归功于他。OK， 我本身也不是很喜欢这个戏啦，因为我也不看他的视频啊，因为
我喜欢的是娱乐，它是介于娱乐跟理论之间，我要的就是纯理论或者是纯娱乐，它是介于中间的，有道理，但是又是娱乐的啊。我觉得这边我们先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吧。这个女生在你面前经过，你就会紧张跟不自在，请问怎么办呢？你有看法吗？杰克。这个属于非逻辑的紧张和不自在，你只能去强迫自己去靠近。就说你比如说，每当女生在我面前经过的时候，你可以直接到一个商场去嘛，然后你就主动的走过一些女生面前，然后慢慢去适应这种状态。这是我们上一集前2集提到的一个观点，就是人类的焦虑它来自2个方向嘛，一个是你的前额叶，一个是你的这个下丘脑。你的下丘脑的这种焦虑是非逻辑的，就它就会造成你脸红、心跳，这个不自在、紧张、不自在。那从逻辑层面上说，有什么不自在的？这他又没对你做什么，对吧？真的。对。所以你这种不自在，你只能去让自己的身体去适应，让改变这种下丘脑的已经 program 好的那些程序，因为这个程序它是不经过这个思维层面的，你慢慢的来嘛，慢慢来，但是这个就是需要循序渐进，就是以你能够接受的不自在的程度，并且自愿去接受这种不自在的程度为前提，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往前走，然后到最后你就会发现，你慢慢的就是说你先到一个地方，然后慢慢的接近，然后呢开始找一些陌生的女生，你问一些话或者问个路，对吧？然后你自己去想，一些很多细节的东西，我是没有办法在这里完全给到你的，因为这个是太个人化、太定制化。如果是要我就给你一个简单粗暴的方法，那就是尽量不要在线上跟女生交流，直接用线下的方式，也不要在线上看女生的照片，哦，全部都是面对面 ，OK， 把线上的东西降到最低。然后我这边插播一个广告，也就是我们的这个 Jaco， 这位在美国难得的非常有才华的青年，他有一个新的频道，叫做鹰派两性，对吗？对，鹰派两性哲学。我在上面已经有把这个链接给放了，在这个留言区最顶，然后我现在再发一次，大家可以去支持。当然，内容很实在标题是符合大家的兴趣，所以不要小看标题，点进去看内容就对了，因为标题还是要符合大家的听得懂的语言，所以这个链接可以复制贴上。好，对，他会很受这个男人青睐。我说这个红药丸很受男人青睐，就是尤其是屌丝男人，因为屌丝男人不喜欢承担责任这个道理在这边就是所以为什么特别多母胎单身的人，他还没谈过恋爱，没结过婚，他妈的一窝蜂去听红药丸，因为最好是甩锅，都是别人的错。这是我每一次在早期时候听红药丸直播我的感受了。我已经3年没有接触了，所以你要我重新回去看这些东西，我看不下去。第一点，第二点是我的资讯可能有些落差各位可以见谅，因为我已经3年没有接触这个领域了，所以很多东西是遗忘了，已经要翻回去，要找回去要花时间。包括你刚刚讲，你要看那一本书，对吧？你看那本书才找得到你要讲的东西，其实很多东西我们都忘了，因为这个东西在我眼中它价值不高，所以我没有记在心里面。对，不仅是忘了，就是我们看到这种东西会本能的去排斥，打掉。而排斥不是在逃避，排斥是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杂讯，错的，对杂讯，对，这个问题是指定我回答，我就回答吧。那你要高效复习，我只能说，这个读书念书这个东西，它也是一种天分。你没有天分的话，就会念得很辛苦；你有天分的话，就念得很轻松。真的很吃天分，念书这件事情。
那如果你要比较能够考得好成绩，我只能说你要选择你有兴趣的科目来念，不要怕转系。如果目前的科系是没有兴趣的，要么就转系啊，不然我觉得就转校啊，什么都好。这不是逃避，这个是选择适合自己的。考得好成绩其实因人而异，看你的兴趣在哪里。你很有兴趣在某一方面，那就很容易考得好成绩。如果要高效学习，你可以上 YouTube 看很多高效学习的方法，这边就不是我的专长了。来，你有补充的吗，杰克？不过没有这个这个太远了，因为高效复习，我在学校其实成绩很烂，我不是学霸，所以我没办法给你很好的建议。这个问题，这个你就要转念，你要重新定义搭讪这个活动这个事情，它是什么意思？它在你的字典里面你要怎么解释它？正面跟负面的解释都给你带来不一样的反应。重新解释，因为你是我们线下课的学员，你来复习就对了，我只能这么说。好，解读，对，我今天讲的内容是我想要讲的内容，不到10%，所以还有90%来日方长，我们慢慢再讨论。因为刚好我在这边，因为整个我在户外，我就穿短袖是蛮冷的啊，我在山上这边是蛮冷，然后Jacko 那边也要赶路。所以我们今天只能控制在1个小时，下次还有90%，我们慢慢讨论嘛。呼朋唤友，如果你看到哪一个朋友神志不清，中红药丸的毒很深，然后拜托把链接发给他，他妈的，你要救人就是靠这一个动作的，你要救人就是把链接发给他，下个礼拜天再来听。对，你发给他的时候，不要跟他说我们是来帮你解读，你就说这2个人好像挺装逼的，你去骂他。对，我们是装逼犯。对，我们啥都不会，我们只会嘴炮。对，嘴炮，对，让他来听一听就行。还有90%可以慢慢听。绝对的，建立在自己身上的自信才是真正核心的自信，你不用装神弄鬼啊，就是好像红药丸交互都是在装神弄鬼，因为他对 PUA 这个东西他竞争太卷，所以他必须做红药丸，因为 PUA 他继续做他没有出路啊，他竞争不过来，他没实力，他师傅都说他实战是前10名里面排不到前10名啊，他师傅这么说，所以他必须做红药丸，因为他实战能力不行，就变成他就要装神弄鬼嘛，因为没自信嘛，就要糊弄大家，久了那个自信，久了你讲骗话久了，你也相信那一套骗话，那你也看起来真的很有自信，你知道吗？你重复说谎话，那久了你真的就是很牛逼了，看起来真的很爆棚的自信，但我不晓得那个自信是真的假的，所以这个自信还是要踏踏实实做一个诚实的人，诚实面对你自己，哪里有障碍，哪里有缺陷，哪里就先克服，先去挑战，他妈的不要低水平努力因为我发现听红药丸直播的人都是低水平努力，都是忙忙碌碌，每天在听，也不知道在忙啥小，最后2年3年，两性还是个屁财富也是一个屁，啥都没有就是浪费青春，浪费岁月，所以做多一点实际的东西，赚钱交女朋友甚至去约炮，做多一点实际的事情约炮这个东西它有争议性，我这边先不要。先当做我把那句话收回来，改天我再讲约炮这个东西它是有那个怎么讲呢？它是有分正确跟错误的，在网上，在华人网上约炮的方式，在我看来全部都是错的，没有一个是对的。我还没讲对的，改天有机会我跟 Jacko 一起分享什么是正确的约炮方法。每一个在网上华人博主教约炮都是在骗人骗女人，在骗你，一起骗，大家一起骗。骗来骗去，这个世界就会发现华人都是骗子，装逼骗傻逼，装逼在台上，傻逼在台下，看谁比较不要脸我们是很要脸的，我是很要脸的，所以我才拖到今天才开直播他很要脸，所以他不露脸我说你对，没错，是很爱脸我们没有办法做不要脸的事情，做不来，对，做不来，对，就是做不了
脚踏实地，做一个要脸的男人哦。这个朋友他是专门问你的，但是我就提一个，就是你关注我的频道，然后我的助理已经把我在直播当中回答的问题呢剪出来了。剪出来之后呢，他就会有之前第一场直播我就很深的回答过建立自信的这个问题，从底层的逻辑回答过这个问题。你去关注那个频道，然后等着他妈的，这个我等下去看。其实我已经看一集了，非常棒，我已经看一集了。你再不去看哦，你再去消费红药丸，真的，你脚踏实地的东西做的太少了。你听我们的，包括 Jaco 的这个新的频道的内容，其实很核心、很本质的，就是一个男人其实授业多伤业好，最好是面对这个血淋淋的丛林，到处是老虎狮子，但是老虎狮子不是女权，不是女人，老虎狮子是生活的压力，生活的挑战，不是女人，也不是女权。去磨练自己，你强大起来，你就会发现女人跟女权啊，不是女人，女权只是一个屁，只是一个对想出来的幻想出来的东西。这全是幻觉，真的就是少林功夫里面、少林足球里面那个小胖子说的那句幻觉，全都是幻觉，真的全都是幻觉。那个角色是你演的吗？你演的吧？幻觉吓不倒我的。真的吓不到我。哎，我有个，你有没有发现一点？当你真正的慢慢的强大起来之后，你会发现这个世界非常的美好。是的，我现在就很美好啊！你他妈的，我现在我就在山上啊，干我没有我这个村子不超过5户人家哦，这个村子方圆2公里，我就是很美好啊，因为每天都是在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对，它不仅是这样，不管是收入。而且人际，就说你去到任何一个地方，每个人都对你很好。是，他会给你很多免费的东西，你知道吗？真的，这就是能量。对，这就是能量。因为当你仇恨的时候，你就会吸引那些垃圾、那些婊子。真的，为什么他们说女人是婊子？我相信他们说女人是婊子是正确的，那是因为他们都是仇恨，都是愤怒的，那你的能量很低，你吸引来的女生肯定都是 bitch， 肯定绝对，因为我以前就是这样的人，我有一手体验，我练 PUA 我吞红药丸，真的看见的都是婊子，来的都是婊子，走的也是婊子，对，都是爱钱的，都是爱钱的，都是不讲都是励志摆中间，他妈都是不讲武德的。不讲武德，他妈都是偷袭你的啊！对，偷袭的，都是过来说偷袭你。干你啊！就是你会想，世界上怎么这么鸡巴？然后世界上所有人都在欺负我，干，连小狗都咬我，靠！对当你变强大了之后，我靠，每个人过来都是来帮你的，连小狗都过来舔你。对啊，干，对，你要想一下，这世界真的是这样的啦，人有好坏，你要懂得辨别好人坏人。你要站出来独立思考，你要跳出来独立思考，不然你就是一直遇到我看都是垃圾、垃圾。好，来最后一个，分享一下吧。刚刚接触泡鞋的时候，了解红药丸实践，让自己不自觉的变框架控制狂。对这个是我还没讲到的内容。这个人说话很有意思，对，对，这个很有意思，俗称有点装逼。让一个本来对我好感的女人感觉到不真诚，后面因为前期预期拉得太高，后面自信断裂，吹了。对，你的这个故事，它每天都在发生，每天发生几百个一模一样的案例。因为我在台湾已经听到无数个跟你一样的经历了。台湾很多男生他们很迷信红药丸，变得想要去控制框架，想要做有的没的，他妈的路框，他妈什么路框杀小。就是每天在那边想一些杀小的那些怎么样停止关注有的没的干，关注个屁，没有这种东西的啦，就是你想关注就关注，你想看他就看他，你干嘛要把自己憋到很别扭内伤，他妈的一点都不自然，他妈的为了做而去做，去推拉，然后去怎么样，其实 PUA 可以跟红药丸走得很近是一样的，因为做人不真诚，对，走得很近啊，两个是兄弟来的两个可以互补就是所以你有补充的吗？我觉得很多东西他在教你装嘛，
这东西就是教你装嘛，装你本来不是的那个人。他们只看到了外在，他去教你装做，给人一种你是马斯克的那种感觉，但你他妈不是马斯克呀。哎呀，对，我们想教你的是如何从一个屌丝变成马斯克那样的人的状态。本质上来说，我们和马斯克没有区别，只是他的世界对，更大，他的能量更大，他更聪明，他的智商更高而已。嗯，本质上来说，我们从人性，我和 Will 两个人从人性，从对这个世界的这种观点各方面，跟马斯克的差距并不大，本质上是一类人，只能说对，我们的世界差别在，比他更小。我觉得有一个东西有差别，嗯，就是做事的胆量跟魄力，这个是我们需这个我要跟他学习的，对这个其实跟环境有关系，对，环境有关。这个跟环境有很大很大的关系。嗯，就所以像说白，在美国你可以看到很牛逼的创业者对啊，对创业冒险家，对，所以我觉得跟美国的环境有关。是的，是的，是的。你像美国，你像在中国，你迁徙，像我这种长距离的跨越整个横跨美国几乎的这种长距离的迁徙，你想走就走，那不可能。嗯，还有户籍制呢，限制，它有各种各样的限制。那我现在我想去创业，我想到一个更开放的地方，我只要我有足够的金钱，有足够的这个能力，我个人的这个能力足够，我想走我就可以走，是，对吧？对，这个是环境不一样。为什么我在最初的时候，虽然我过得很痛苦，然后我妈告诉我说：“那你回国嘛，你回国我帮你什么准备好。”我说我不要，我说我这里虽然过得像狗，但是我是一只自由的狗。对啊，我可以，我想咬谁我就咬谁。对，回来我他妈想咬人，别人咬我我还不能说话，我靠，对，我不乐意。对，对，所以我觉得，我这边刚才要补充一个东西，我补上来。维持框架不是去控制对方，不是去操控对方。所谓维持框架，是指维持你一开始的初衷。你喜欢他，你就一致的喜欢他，不要去操纵对方的情感，没有意思。不要操纵什么框架，不要怕这个框架被夺走，因为女人的本质就是她们无论什么女人都一样。他们下意识都会服从或者是顺从他欣赏的男人。你不用操控，你只需要做好自己的本分，做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做一个自信的人，做一个有自我价值的人，做一个接近现实的男人，不做网络上543的事情，不听红药丸的直播，这是一个。不要每天幻想很多，你的头会很重。然后你会看见每一个人都是敌人，你会活得很累，像条狗一样你会没有安全感，你像小松鼠一样，因为你会觉得分分钟很多人都要把你给宰了，把你吃了，干，没这么恐怖。女人没有像大家想象中那么恐怖，相反的，女人真的你去经历周杰伦的成名曲叫做《可爱女人》，女人是非常可爱的徐若瑄帮他写的这首歌。所以周杰伦已经告诉你了，不要去想什么蓝药丸之夜，狗屁什么东西。我看见的所有，你这样说，所有我认识的成功男人都是蓝药丸蓝药丸男，屌丝男周杰伦也是全部都是，因为他们结婚有老婆有孩子，然后就对老婆很好，又浪漫主义，又写了很多浪漫的歌。在我看来不是，在我看来这个就是人跟狗是一样的，都是情感的动物。狗也是情感的动物哺乳类动物都是情感的，并不是所谓的什么有阴谋论。我觉得阴谋论这个东西真的就是543就是 bullshit， 想要收割你的精神的博主创造出来的，想要收割你的金钱想要收割你的能量，吸取你的能量，这更这可以说吗？这可以说的，是伎俩。其实他们的伎俩跟中国之前文化大革命的那个老毛是一样的套路，就是打土豪分田地，打女人分好处给你，其实你分不到好处的。对，不要再打击女人了，没有意思。
你能有什么好打击的？干，每天，而且，我靠，3年5年，2019看他们的影片到现在都快5年了，妈的，每一集影片还是一样的，他每一集重复，我靠，可以讲2个小时、4个小时，靠，你有这样多美国时间吗？你明白吗？那些比你强的人根本都不懂什么叫红药丸，他们都比你强，他们都不愿意花任何1秒时间浪费在这些有的没的身上，他们都在努力打拼他们的人生，你还在听这些？你已经看不到别人的车尾灯，你还要未来还有2年还在听吗？还在浪费你的生命吗？那些确确实实脚踏实地的男人的车尾灯你看不到了，你已经、你还要再这样子自虐吗？我觉得很搞笑，因为最后你看到的就是红药丸给不到你 solution， 给不到你解决方案之外，给你解决方案你早就知道了啊，就是你要去拼事业，你要去健身，对吧？你要去提升你的价值，这个你不用学红药丸，你他妈你也懂吧？这个我20岁，我19岁的时候我就在做这些事情了啊，你他妈那时候都没有 PUA 啊，我已经在做那些事情了，我现在快40岁了，20年前我就在做这些事情，20年前是没有红药丸的，我跟你讲，可是我知道这些东西，不是我知道而已，我身边所有优秀的男人都知道，包括马云啊，马云不是我身边的，但是马云知道啊，要拼事业啊，要有领导力，要做 alpha male， 不是红药丸跟你说要做 alpha male， 在90年代就有 alpha male 这个东西了，明白吗？各位，不要一直把红药丸当成一个很神的一个技能，它不是技能，它只是一个信仰，它只是一个意识形态啊，就好像民粹主义或者是共产主义或者是民主啊，都是意识形态，都是大家都是这样子的相信，大家都这样子的服从，它就变成一种想法，它也未必是真，未必是对你是好的，它就是一种想法，一种概念，一种解释啊，或者是一种新的规则，但它不一定对你有利，你要去明白，你要独立思考，你要站出来看，站出来想，啊，去跟女生交流啦，就是不要用心机，不要去想控制，这个很重要。没错，对，对，这个世界就是不要脸，天下无敌啊，差不多了哈。然后看最后一个，对，啊，这个是跟你有关的，对，好，还有很多内容哈，所以大家各位，我给大家最后一句话，我们就结束了。这一句话，查理芒格说的，每个人其实都在试图变得精明，而我只想证明自己并不是在做傻事，但这比许多人想象中的困难很多。也就是说，你自己是不是在犯傻，你自己不知道，这很难，真的很难。我是吞了啊，但是我又我是拔管了，所谓的拔管但是我跟你说，这个东西没有所谓的这个，除非你去读哲学，你就知道了啦。这个世界很多东西是想象的，它不是真实的。好 ，OK， 好，谢谢杰克啊，好，祝你这个旅途顺利啊，看见很多漂亮的风景。现在是几点了？现在我们这边是9点1刻，早上9点1刻。好，对，我的时区是会慢慢在变了，现在。好，辛苦了。好嘞，谢谢各位。好，拜拜，各位拜拜。